今天要来参加东海岸长滨聊天室。来看看我们这回长滨3天2夜的行程，有别于之前，这回的小旅行是非常深度的长滨之旅。我们在长滨与中永社区走读，更深入认识长滨的在地文化。第3天参加了期待超久的酒酿与卷烟体验，课程与手作内容非常文青，我们非常享受。午餐还有长滨无菜单料理来办外汇，最后带回家的手作酒酿好吃到不行。我们今天又来长滨喽，今天要入住这个边境木海民宿，看起来很有秘境的感觉。前面可以看到海耶。边境木海民宿小双人房，他们总共有5间房间。这里有一个好可爱的楼梯，但是刚刚说上面没有景观，我们不用太期待，也不用爬上去了。还有一个天井，再穿多景出去。可爱的楼梯，我还是很想爬上来看看。有点古堡感觉哈，你看这个水泥感，然后但是却有点华丽。哇，这个吹风机不错哦，我今天来洗头好了。哇，我有办法种这么可爱的植物吗？这个攀藤攀的好漂亮哦，还有一个复古的灯。楼上有观景阳台耶，来看一下。这个椅子也太可爱了吧！面海有3尊摩埃哦。哇，种好多植物，很漂亮的厨房哎，东西很完备的感觉。哦，我们的饭在这里。哦，已经准备好了，好有趣哦。先吃掉。晚上肚子饿就可以吃掉了。我是订最便宜的房型，其他好像还有什么玻璃屋啊、大双人房，比较有海景的房型吧。下来。这个公共空间也太古堡了吧，好有趣哦！这个灯比我还矮耶。这个植物都种得好可爱哦，非常水嫩。这个椅子的确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海景哎。它的 A 面有 A 面的，
说是纯。日出东方真的太夸张了，必须把窗帘拉成这样子。刚刚简直亮到一个不行，好可爱哦！有3只边境牧羊犬。Hello，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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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好可爱哦！你好可爱哦！我们今天要来参加东海岸长滨聊天室的走读行程。李富全先生有没有听过生活态度也可以是一种品牌？自然起慢活记就是这样的存在。它诞生在台东一个山海相拥、时间被风吹慢的地方，以慢食、瑜伽、手作与深度旅行为人们绘制一张台东旅行的疗愈地图，成为台东独特的身心灵美学品牌。我们这回来长滨参与其中长滨专属的东海岸长滨聊天室活动，这日就由深入了解长滨在地的走读开始吧。上午带领大家走读的是长滨1号的创办人李富全先生，他是因为在长滨种稻的父亲年纪大了而回来接手农务。他持续了好多年进行有机转换，让长滨的生态恢复生机，在可看见海的田野间辛勤地拔草，用五感体会稻米的生长。1年1期的长滨米在他的呵护下就是好吃呀。我们现在就跟着李富全先生来认识长滨的故事吧。海菜啦，对对对，这个都是很新鲜的海菜哦，早上都会在这边菜苗，然后现在可能要接近秋天了看一下菜苗、辣椒，会比较细的那种香葱，还蛮香的。这小辣椒是我们长滨的特有，这小辣椒还是有一点辣的有点辣，不过它的那个香气辣味非常的赞槟榔不用介绍，当然了，槟榔都知道这槟榔，这是口香糖不用喊。我们长滨就是最早的牙科这个是山笋现在都有竹笋然后他把它腌制相当好吃大石头那边还有这个对海芹菜，还有这个海沾面。盐巴去腌制，人家最喜欢吃的料理好，做凉菜都可以。杀的马上拿起来，然后用那个辣椒、蒜头、调一炒。麻烧店，好不好？一样的一点猪肉店，因为后面里面那个街屋是我的姑姑。介绍我怕出名的。这个猪肉店怕出名的。你看他的生意已经快结束了。参考我们的香肠。辉哥生鱼片最有名的。你好。这个是老板。第4代。已经传承4代，超过100年了渔产相当的新鲜这边的话，我们今天就是会推旗鱼跟鲑鱼，还有尾鱼，还有芭蕉旗鱼4种鱼种。那我们的鱼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做轮替就是今天有买到什么鱼，我们就卖什么鱼这样。上6日有看我们东海岸就是我们太平洋的渔获，跟巴士海峡或者台湾海峡的渔获是不同的。咪咪的炸鸡店，咪咪呢？小阿姨早餐，各位如果要吃早餐也可以过来这边经过红绿灯再往前走就是长滨国中。那长滨国中再往右边走一点会到我们的港口。走读到这里，完全可以看出李富全大哥与街坊邻居的情谊。他如数家珍四地介绍着每一家店铺、每一位熟识的朋友与亲戚。长滨的朴实与温暖就这样在日常里自然流露。
接下来我们来到长滨天主堂吴若石神父足部健康驿站。我之前的影片介绍过这里，我很喜欢这里的按摩氛围。按摩师是原住民的朴实人们，在户外温暖的花园中舒服地躺着，静静地听着蝉鸣鸟叫，只有长滨才能如此吧。已经85岁的吴神父还特地跑出来和我们坐聊聊，拍照。谢谢吴神父，谢谢吴神父。再往前走，映入眼帘的是正滨宫。这座坐落在长滨下坑部落的宫庙，色彩鲜明，粉红墙再加上红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屋顶还盘旋着龙凤瑞兽，像一场热烈的民间史诗。两旁的金色石狮守护着这座庙宇，威风凛凛，百年来一直守望着这片土地。宫庙背后，海岸山脉起伏如画，蓝天洁净的几乎透明。这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让整个建筑显得更加鲜明而庄严。正滨宫不只是村民的信仰中心，更承载着早期移垦者的记忆。长滨以前称为加州湾尾，除了少数的阿美族人，村子里多为外来移民。当年他们从宜兰南下，带着关圣帝君、妈祖和太子爷的神像，跨越山海，在此落脚，祈求平安，也把信仰深深扎进这片土地中。这一区算是长滨乡的下坑。长滨村，然后北边三间村，在北边张园村，上面东永村，往南边竹湖村跟林埔村，所以有6个村。哦，这边是长滨村，行政区域乡公所就在那个长滨国小的开始啊。建华旅社已经超过1甲子了，看起来也有翻新呢。小镇上的西药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过去有很多的计划在这边进行，像旁边看到的那个糙米的米粒爆好之后，磨成粉。糙米冰淇淋第一次吃诶，是长滨1号的，好特别哦，所以它吃起来比较 Q 的，好香哦。下午要进行中永社区的走读，刚刚是农会，然后这个前面是望高寮的观景台。大家回来开车过去算了。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哦。大家好哦，我是中永村的村民，也是村长，我是在地人，很荣幸这次可以带领走读社区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永村的望高寮。好，刚刚有大哥问说为什么叫望高寮？因为早期我们村庄从外地迁徙过来的时候，在地的地区的原住民基本上是有冲突的啊。这个望高寮是属于那种算是警戒的设施，那边就是太平洋。我们每天早上出门都会看到很大片的太平洋，
所以我们这边的人心情都特别的辽阔。后面这边就是海岸山脉，也有金刚山，北边延伸过去是八仙洞，南边延伸过去是三仙台。很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祖先都是平埔族，然后被汉化了，所以我们平埔族很多的语言跟文化基本上都已经消失殆尽了。我们就是马卡道族，在我阿嬷那一辈，他们还有保留一些生活习性，平埔族的那个妇女的绑的头饰哦，然后手上还拿着镰刀，那杀气腾腾的样子啊，就是要去砍草啦，哦，不是要去干嘛？砍草是出草吗？没有，不是出草，不是出草，砍草跟出草不一样哦，目的性不一样哦。哦，我们马卡道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就是有巫术的文化。哦，人家讲的巫术啊，巫术有分那种医的，就是专门治病的啊；另外一种是那种旁门左道，就是人家讲撒豆成兵啊，或是那种缩地成寸啊，一下在这边，一下在那边。这是早期的先民们都有看过，他们说哦，那个人好厉害，那个法师，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大家都是流传下来了。其实手臂上你看一下你的手臂这边，如果有一条浅浅的痕迹，真的有浅浅的有没有？浅浅的这个就是平埔族的一个标记特征，遗传基因显性的。小拇指。脚趾、小拇指会多一小片，有这2个特征就确定你就是平埔族的。我们社区的一个文化墙，知道我们是从哪边过来的。好，接下来要带领大家进来的就是中永社区的文物室，是我们的中永国小的旧址。村长很有原住民朋友的可爱个性，让下午的走读非常有趣。紧接着我们来到中永国小的文物室。才知道长滨拥有距今约5000至2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考古学上称为长滨文化。长滨沿岸从八仙洞到中永村竹湖一带，在数千年前有一个早期人类的聚落，他们留下了渔猎、农耕与石器制作的技术，其中中永村是这条文化脉络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1929年，日本人鹿野忠雄首先在此调查，后来许多考古学家陆续探访，发现整个中永村与附近台地都散落着大量的巨石文物。我们在文物室中见到许多单石，有尖单石，又称为阳石，象征男性生殖力量；有朝单石，又称为阴石，圆润内凹，象征大地之母，阴阳结合，祈求生育与丰收。我们刚刚都看过阳石跟阴石了嘛，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石轮，圆形的。不过随着聚落的现代化，许多巨石散落各处，还会被村民当作庭园摆件、桌椅、石阶梯。来到中永村，发现长滨最重要的史前文化舞台，散步期间非常有意思。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早期的那个17时代的人是怎么用的然后旁边这个缺角，这个就是当初在挖掘的时候坏掉了，因为这条路是那个禁烟兵啊。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中永村的保安宫。130多年前，马卡道族头人潘石林从屏东带领族人北极玄天上帝也随行，迁移来到这片海岸，最终在此立庙。现在的汉式燕尾建筑、龙柱与神龛雕工都显现地方与族群的融合。这里不是只有香火，更是当地居民生活、聚会与心灵寄托之所在。这个是海芋，西部完全不一样，超好吃这个。社区走读啦，有学员在问说，大肠包小肠下午茶。是自己做的吗？村长做的，是我们自己烤的。它那个是飞软香肠。哦，对，有吃出来。对它，所以它会有那个一颗一颗的白色的，就是啵啵啵的感觉，就是传统加胡椒粉。
树屋哎。哇！好漂亮啊！慢慢走，慢慢走。好，小心哦。哇，拍这个不错。好，我们同学们，你们现在有张很美的照片哦。今天住一间非常普通的民宿，因为今天的诉求就是希望是便宜。这很棒的平房民宿，就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平房。今天这个整个公共空间看起来都是我们的，那外面就是这个平房的院子。这样讲，那你就被长滨的人。今日继续来到东海岸长滨聊天室的活动，不过有别于走读，今日是室内的手作体验课程。来到考察地，是我们期待超久的酒酿与卷烟活动。是考察地的负责人，其实一开始没有要开店，就是一个想要回家的人，也欢迎大家，你们待会就叫我凯莉就好了。那这是我的中文的名字，普密是我的名字，马耀是我爸爸的名字，那这个萨利古干是氏族的名字。我们这个盐也是因为国民政府来了之后用配姓的，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觉得很强烈的感受，但是当我的名字是被这样子完整的排列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我自己的身份的脉络。考察地是一个喝茶聊天的一个好地方。这边下面写缅拜，母语是饮酒的意思。课程的主讲人是凯莉，她用温暖的声音娓娓道来，带领我们进入她与母亲的人生故事。为什么我可以拥有酒酿跟卷烟的手艺，其实是来自于这两个人。这是我妈，她的酒酿和卷烟的手艺传承自母亲，而母亲是来自外婆，如此一代传一代。伊娜是阿美族母语母亲的意思。凯莉在和我们诉说她的故事时，也用温柔的语气叫着伊娜。伊娜在战后从马太安部落翻山越岭来到长滨，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原生种谷物，辛勤地劳作，就此扎根。伊娜在年纪渐老后，时常说着想念母亲的味道，也让凯莉开始与现年90岁的母亲钻研其外婆甚至更上一代的古法制造酒曲与酿造的阿美族工艺。他们在特殊的日子才会做酒酿，与传统祭祀息息相关，也对取之于自然有着深深的敬意。我们的酒会好喝，香气会跟外面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是用木吹筒吹，那吹熟了之后我们放凉，放凉了之后才可以做酿造，它会带有木头香。然后酒曲也是我们自己培植的酒曲，那酿造出来的风味呢，会有带有热带水果的风味，一定是一层一层的叠放。因为它需要透过每一个米粒，那你在催煮的时候，你才会确定它每一个空气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有流动。制作酒酿的精华应该是酒曲吧，会做酒酿的人应该把酒曲配方当作很重要的一件事。凯莉当然也是，但是她却不吝啬地将伊娜的植物曲酿造配方，几样新鲜采摘的植物放在我们眼前。伊娜教凯莉的过程也非常有趣。这个呢是大叶甜香，他说这个3把，这个多一点。这个3把，这个多一点。然后这个呢，老叶，他说这个3片。你知道老叶有大有小，有老有幼吧？所以就很难拿捏。好，这个是毛氏的果实。
这让凯莉和伊娜也时常大小声一番。不过现在凯莉用伊娜所教，再加上现代较科学的领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严肃的伊娜对她的酒酿点头不语，凯莉开心地说她终于得到伊娜的认同，这就是母女的默契与最真实的传承。酒曲它不是一个耐高温的一个菌种，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到尽量是接近常温。这是一般的圆糯米。圆糯米在催煮好之后，我们再等待放凉，一边试吃，真的非常香甜啊。接着再回来看酒曲怎么制作咯。因为我们家的酒曲的培植不是实验室培植出来，自然条件下培植的，而且它的培植的植物就是在凯莉伊娜的传承就是简单的4-5种植物，我们一样样地认识这些植物，闻了闻，咀嚼了这些植物，有些带甜香，有些带苦辣，有些是尝出涩味后再品出甘甜，这些都会影响酒酿的味道。这个台湾赤蕊草看起来很像菊花的叶子，很像菊科类的，可是它很香。我爸妈他们其实没有在刷牙的，他们用这个来让口腔芳香，可以培植酒曲。那这就是我们的酒曲。酒曲的制作是植物混合谷物，让植物上的微生物在谷物上生长发酵而成，因此各种谷物当然也很重要。凯莉还会讲到自身许多对环境物种与土地关怀的想法，也让我深深点头认同。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让谷物回到它的多样性，不会只会单一种谷物在吃。其实是我妈看到，然后她讲说这个是多巴样，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在生活里面出现，她就会跟着他们离开。就是2016还是2017年的时候做，它其实外层是有毛羽毛茸茸的，就是有点像松露，但这是我没有清除它的毛，就是想说维持妈妈的习惯作业。这样子，糯米饭它会有粘着度，把它翻过来。但是翻过来之后呢，它是不是比较湿？然后我们就把饭大力先把它拨开，然后把它掐成弄散。百年酒曲配方。其实是被这个植物疗养回来的，就是有时候哥哥他们放假回来啊，他看到我在做那个酒曲的时候，他说连放屁都是香的。有长辈，以前长辈很多的包装都是一块布，就扎起来就拎出去的。那你如果太高。我们就自己 Q 自己，因为阿凯是个性很害羞的人哦，我们时间交给他。一个原味，那上面还有生菜，然后搭配一些水果，也蛮方便的，感觉会很香。像的原料，我们会知道它是因为我说原来是酸橘这个植物，它是一个。是我们冰箱烤出一个香气，然后一起拌到饭里面一起吃，它就是一个野菜饭。所以我们的酒酿其实是带有那个热带水果的风味。
所以是好喝。村民的生活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快乐的午餐过后，来到下午的卷烟课程，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好奇的体验。说实在，对于一个不抽烟的人，我很怕被人家觉得我们是来乱的。结果半数以上的同学都不抽烟，原住民的卷烟体验，这听起来根本超文青。而且在手作过程中，空气中充满着烟叶香气，是大自然的香气，完全不是那种不喜欢的烟味的味道。它从哪里来？它其实是从中南美洲来的。他们怎么这么厉害？可以有一个东西就这样砰砰，然后就冒烟，然后这个好像是可以跟恶魔打交道的那种概念，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抽了之后有一点迷幻的效果，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有魔力的一个植物，那就就这样子来到台湾。可以再使用大概就2个品种就是红花跟黄种的，但是我们现在台湾拥有的品种应该只有红花。在阿美族部落里，传统的卷烟是生活习惯，也是一种文化符号。长者们自己种植烟叶，细心地晾晒，再细细卷起这纯天然的自然烟，没有任何工业添加物，那是来自自然的珍宝。部落还有入山仪式，在山口放一支手卷烟，向山林与祖灵祈愿平安。因为猎场它会遇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其实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为未知做一个祈福。如今人们还是这么做，使用加了助燃剂与化学物质的工业香烟，好像少了那么一点古老的念想。凯莉也说，卷烟大多由部落里的女性长者制作，她们不像男性到处社交，就在家门口或庭院里一边卷烟一边闲聊，卷出了属于自己的小小社交，还有娱乐天地。这些部落还有烟草的故事，一起在烟雾中连接了生活、信仰与老时光的记忆。我们家的烟草没有添加任何的添，所以它还是会被自然的虫，那个虫会把它虫蛀掉。上菜。当烟皮的一定是要可以有完整张力的但是呢，你现在摸起来它都很脆，先不要急着撑开它，因为它考验你的手柔软所以一个不小心就是这一层要继续会湿掉，它其实是湿了之后。泡水泡水是可以泡水的，但是太湿行不行？边卷边压，所以你会听到很脆、酥脆的声音。边卷边压，就是慢慢卷，边卷边压。疗愈吗？不错。这样子卷完就会直接点，比较等它干。稍微干一点，因为烟皮太湿的话，要稍微干一点。像那种很多洞洞的，那就不能抽。太多洞就会空抽，它就没有地方排气，那个它的空气就是没有办法集中。是不是听起来很脆？就会很失落。就在卷的时候，我会成功吗？你在卷的时候，就是从这边微微的斜它，味道会变比较沉重然后你再点，你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好漂亮哦！感觉失落的人在后面。好，我等下补你如果烟料是够，左右邻居没有要用，你可以做2支。做1支。姐姐头发很长，
然后就可以那个插在头上。那它会做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花样，其实都是在对他的另外一半传情用的。味道怎么样？其实它淡淡的，我觉得，而且味道很舒服。它不会很呛，有烟味，对，它烟味不会很呛。它有那个，等一下我再好，你再呼一下。对，有一点烟，很棒，而且其实闻起来就是不是很香对，不是那种二手烟那种很呛那种，它是很香的。对，而且我觉得待会手指头应该会更香，不会像一般的烟。它比较像是就是烧稻草那种味道。烧稻草。我觉得也可以抽看有没有人的笑声。对。因为口水湿掉之后，这个烟草是大概我几个礼拜前才开的，是一个朋友退坑然后卖我的，然后它这一罐大概是1970年后，这个版本的包装大概至少是1980年，然后前天打开，你可以闻它，它其实本身会有一个甜甜的味道，可能会有点发酵的味道。然后不要急，等一下你要抽也可以。对。它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它会比较难点，在咖啡店里，它已经处理完了，就是你去。那它这次有搭配原生种的那个红糯米汉道哦，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带回去喝，大家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哦，搭配稍微稀释一下，因为它其实是很浓。你不要，这我还是再三提醒哦，你不要看它喝起来甜甜的，它的浓度是14度到15度。可能你要用抖也可以啊。